你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大蒜呢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调味品了，像平时炒菜、炒饭的时候丢上2颗蒜，炒出来的食材瞬间香气四溢。但是你知道大蒜该怎么挑选吗？买菜做饭是不是常遇到这种情况？看着摊位上的大蒜呢，个个都差不多，买回家要么放2天就发芽，要么掰开呢全是坏的蒜瓣。今天呢，咱们就来避坑。这几种大蒜千万别碰，蒜部老板自己都不吃。学会了挑选大蒜，炒菜香一倍，放着还不容易坏。先点赞收藏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怎么选最靠谱。在购买大蒜时，常会遇到2种形态：完整未剥皮的大蒜和已剥皮掰成小瓣的大蒜。不少人倾向于选择后者，认为能直观地判断品质且减少外皮压秤，但这种选择呢存在一定的弊端，比如品质隐患。商家掰散剥皮的大蒜，可能是因为放置时间过长，部分蒜瓣已经变质，为继续售卖才剥掉外皮，去掉坏瓣，掰散剩余部分。这类大蒜本身已经接近变质边缘。其次是保存困难，剥掉外皮后，大蒜失去保护，更容易发芽干变，买回家后往往存放不超过几天就会变坏，容易造成浪费。购买建议优先选择完整大蒜，完整未剥皮的大蒜外皮能提供有效保护，更利于长期存放，不易出现发芽干扁等问题。然后是性价比高，大蒜外皮重量极轻，几乎不会增加额外成本，无需担心压秤问题，整体性价比更高。买大蒜时优先选择完整未剥皮的，既能保证品质稳定，又能减少浪费，更划算实用。第二，市场上的大蒜呢，通常分为白皮蒜和紫皮蒜，这2种大蒜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？我们先来说说白皮蒜，它的蒜瓣呢通常较大，肉质细腻，辣味较淡且口味偏甜，适用于腌制、凉拌或需突出食材本味的菜肴，但其蒜素含量相对较低，杀菌消炎等功效稍弱，且储存时间略短。紫皮蒜则蒜瓣紧实饱满，外皮呈紫红色，辣味浓郁，蒜味更突出，蒜素含量更高，杀菌和抗氧化效果更优，同时外皮较厚，储存时间更长，适用于炒菜、炝锅等需要激发香味的烹饪场景。综合来看，若注重口感温和或用于凉拌腌制，可优先选择白皮蒜；若更看重辣味、功效及储存性，紫皮蒜呢是更优选择。日常家庭烹饪中，考虑到适用性广、储存方便和风味浓郁，紫皮蒜呢通常是更推荐的优先选项。第3点，在挑选大蒜时，务必避开发霉或有斑点的大蒜。这类大蒜往往是因为储存环境潮湿、通风不良，或放置时间过久已发生变质。表面的霉斑和斑点呢，不仅是霉菌滋生的直接表现，还可能暗藏黄曲霉毒等有害微生物，食用后存在健康风险，可能引起肠胃不适。同时，发霉或有斑点的大蒜内部肉质呢，通常已经软烂、干扁，失去原本的新鲜度和风味，营养价值大幅下降，甚至可能产生有毒物质。因此，购买时需仔细检查大蒜外皮和蒜瓣，若发现局部发霉、有黑色、褐色斑点或软烂迹象，无论价格高低都不要买，避免健康隐患和浪费。第4点，挑选大蒜时，捏一捏是判断其新鲜度的使用方法。大蒜若放置时间过长，内部水分呢会逐渐流失，容易出现干扁甚至腐烂的问题，而外层蒜皮呢可能会掩盖这些变质迹象，
难以直观分辨。此时可以通过手感判断，新鲜有汁的大蒜捏起来整体硬实饱满，蒜瓣与外皮贴合紧密，无松软空洞感。若捏动时发现局部蒜瓣位置发软，有凹陷或空洞感，则说明该蒜瓣已经因水分流失或变质而软烂，内部可能已经干瘪腐烂。这样的大蒜不仅风味丧失，还可能存在健康隐患。因此购买时一定要用手轻捏大蒜整体及蒜瓣部位，优先选择硬实饱满的，避开手感发软的大蒜，避免买到变质产品。第五，购买大蒜时掂重量是另一个使用技巧。新鲜的大蒜因内部水分充足，拿在手上会有明显的坠手感。这种大蒜肉质饱满，风味浓郁，而放置过久的大蒜，随着水分不断流失，整体重量会变轻，掂起来手感轻飘飘的。这类大蒜往往已经干瘪，不仅口感变差，蒜香也会减弱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干大蒜并非越干越好，过度干燥意味着水分流失严重，鲜鲜度大幅下降。因此挑选时优先选择掂起来有坠手感的大蒜，避免购买手感过轻的，以保证买到新鲜有汁的大蒜。挑对了大蒜，那保存也得跟得上，不然拿回家放1个星期，不是发芽就是干瘪，那不白费了，对吗？所以现在教大家一个超简单的保存方法，就是放2个月大蒜依然保持鲜嫩，不干瘪，不发芽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张纸巾，我们往纸巾上边放上1勺食盐，然后再倒入少许的小苏打，现在把纸巾折叠起来，把食盐和小苏打紧紧的包裹起来，然后再用手上的橡皮筋给它固定起来，这样一个自制的干燥剂就做好了，用它保存大蒜那可是一绝。现在我们把需要保存的大蒜放进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边，如果没有黑色的，也尽量选择深色的，比如深红色深蓝色这样。然后再把我们自制的这个干燥包给它放到袋子里边，尽量排挤掉袋子里面的空气，然后给它打上死结。最后把袋子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。原理很简单，食盐和小苏打有很强的吸附潮气、保持干燥的能力，而黑色的塑料袋它是避光的，就像咱们种豆芽时避光能让豆芽保持白色一样，大蒜避光就不容易发芽啦。干燥加避光双保险，保存超久的。那今天关于大蒜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啦。希望这一期的视频能够对你有所帮助，也希望你能点赞、转发、加关注，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那就更好了。我是瑶瑶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